用2块8一斤的原糯米做出了4种风格完全不同的米酒。这是我在一家破天荒的敢公开自己酿酒工艺的酒厂那里学到的，大家看看更喜欢哪一个？第一步，泡米，糯米清洗3、4遍至水清，然后再加入漫过糯米的水，浸泡1个晚上。第二步，蒸米，浸泡完成的糯米倒入蒸屉上，简单滤水，然后进行100度50分钟的蒸米。第三步，摊凉，蒸好的米饭摊凉在消过毒的盘子上，按照500克米加入300克凉白开的比例，搅拌均匀后晾凉至35度以下。第四步，撒曲，按照500克米1克酒曲的比例撒入酒曲后搅拌均匀。这里一定要注意，糯米要晾凉至35度以下，否则酒曲会被烫死而无法发酵。第五步，发酵，倒入发酵罐中，轻轻压实后盖盖。这个阶段是有氧发酵，30度左右的环境，2天后就可以看到明显的酒质。先品尝一下口感，甘甜这个词瞬间在脑海中浮现出来。这个时候的酒精度不到1度，含糖量却高达40以上。目前可以理解成糖化完成的米汁儿，还不能称之为产品，我们还得继续。第6步，兑水，按照500克米再加入500毫升凉白开的比例进行稀释，又1天后就可以得到我们古代经常说的浊酒，这就是我们的第一款产品，酒精度3、5度的样子。如果有个线下的小酒馆，每天鲜榨浊酒，售价48元以内，我觉得值。什么？有点贵？那先听我品尝完口感再说。米香干净优雅，酒香纯净天然，琼浆玉液般的体验。贵的原因是只喝当天鲜榨的，但凡多放1天都没那个鲜爽感。当然也有便宜的，解决的核心是储存问题，使用的方法是巴氏杀菌，虽然稳定了酒精度，但破坏了米香的优雅感，可以批量工业化生产。这就是第2种我们常见的产品，售价20元，冷藏的喝我觉得也还行，但我们还能接着玩。第7步，再发酵，退回到兑水前的步骤。我们把糖化完成的酒捞转移到大的发酵桶，加入2倍的凉白开，安装单向排气阀，继续发酵。低温20度环境，大约1个月后发酵结束。第8步，蒸馏，发酵完成的酒13度左右，过滤出酒汁，品尝一下口感。后口的酒精味儿完全遮盖住了米香，给人一种酒精酒的感觉，不好喝。我们倒入紫铜蒸馏器进行蒸馏。掐头去尾后，品尝一下中段酒，有苦味和一些明显的杂味，不够纯净。我们再次倒入蒸馏器蒸馏，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2次蒸馏，可以让酒体更加的纯净。为了跟之前的做好区分，我们把蒸馏过的米酒叫做米烧，即高度烧酒的意思，最终的米烧65度。品尝一下，杂味儿明显没有了，米香感从浊酒的味觉转移成烧酒的嗅觉，呈现在前口，很美妙的体验。但中后口的滋味略显单薄。如果按照威士忌的做法，通过合适的橡木桶浸泡来弥补后口的不足，陈放3、5年后再降度，搭配得当的话，就是我们的第3款产品。米酒的底子，威士忌的风味，我觉得能卖200多吧。但这次咱折腾的不是它，而是比它工艺还要复杂的酒。有什么办法能够既保留浊酒的美妙和甘甜，又能长期保存呢？这里我们借用西班牙波特酒的工艺，就是接下来的第9步，加强调配。在浊酒中加入米烧，使其停止发酵，这样既保留了浊酒的甘甜，又不失米烧的美妙。这其实就是00909的制作工艺，它是在南北朝时期《齐民要术》记载的09基础上，又进行了现代化创新。关键是它还完全公开了自己的酿造工艺和技术，让我们喝得更舒心。米香感如一切所料，冷藏品饮还有淡淡的花香，这可能跟他们的公开资料显示的草本曲里融入了葛根、栀橘子、贡橘、淡竹叶等多种草本有关，而我们距离它这样的成品还差1步。第10步，澄清，借鉴葡萄酒的工艺，加入提前火化好的燥土，又沉淀了半个月，取出上面的清澈液体，才算正式完成。这就是我们的第4种产品，100多的售价应该可以。品尝一下口感。入口是淡雅的米香，中口是甘甜，后口是米香的醇厚。它将浊酒的甘甜和米烧的香气融在了一起，蛮有意思的。好了，4款产品的基本情况就是这样了。口感和价格差距都很大，大家更喜欢哪一款呢？当然，没有时间自己做的朋友可以试试这款00909，198元的价格，我觉得可以尝一下。